Hello， 大家好，我是 TC， 欢迎大家收看我第18集的 TC 讲股。这一集要跟大家谈谈 ATAC 这家 IPO 股。这个影片内容包含它的 IPO 详情、公司简介、过往业绩表现、财务状况、现金流、管理层简介、未来计划以及其他丰富资讯。这个影片里面所有的内容跟资料仅供参考跟教育用途，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请大家买卖自负，任何风险及亏损，本人一概不负责。ATAC 的 IPO 价是1令吉36 cent， 以这个价钱计算，它的市值为 487.12 million， PE 32.27。ATAC 即将在马股 Main Market 主板上市。它的 IPO 在2021年11月29日开放预购，并在12月3号截止预购，只开放5天给大众预购。它的 balloting 日期是在11月7号，而 ATAC 会在2021年12月16号在马股正式上市。ATAC 是由一家子公司叫做 BCM Electronics， 它成立于1993年8月20日，位于吉打居林。公司主要从事 EMS 电子制造业务，主要制造工业型的电子产品，包括通讯及 IoT、Internet of Things 相关产品、电子产品和半导体零件。公司是在2020年才开始进军半导体零件这个业务。通过这次 IPO，ATAC 会收到 104.73 个 million， 其中的 38.2% 是这个 million 会用来购买机器跟器材， 28.2% 29.52 个 million 会用于偿还贷款， 26.9% 28.13 个 million 会用作营运资本，而剩余的 6.7% 7.09 个 million 是这次上市的费用。这个是 ATAC 过往3个财政年的表现，它的一个财政年是从2月到隔年的1月，所以这个 Financial Year 2021是从2020年的2月到2021年的1月。ATAC 2021财政年的业绩下滑，主要是因为这个财政年包含2020年年头的 MCO。在2020年2月到4月期间，公司有5天完全停工，37天只有部分员工工作。这里比较一下 ATAC 2020财政年跟2021财政年的业绩。2021财政年的 Revenue 跟 Gross Profit 都按年下滑。2020财政年的 Taxation 是 8.78 个 million， 而2021年只有 2.72 个 million， 这是因为公司在当年获得 Reinvestment Allowance 的税务减免。2020财政年公司有 0.5 亿 million 的 Forex Loss， 而2021财政年是有 0.39 million 的 Forex Gain。此外，2021财政年还有 0.64 million 的 Fair Value Loss。最后，2020财政年有 0.07 million 的 Reversal of Inventories Written Down， 而2021财政年有 0.47 个 million。这个是 ATAC 2020跟2021年2月到8月这7个月的业绩。去年2月到8月有 MCO 1.0， 而今年同期也有 FMCO， 但是今年2月到8月的业绩已经比去年同期成长。这个是 ATAC 2021财政年营业额的地理分布。ATAC 的最大市场是在美国，占了2021全年营业额的 43%， 而占比第二多的是本地马来西亚，占了2021财政年营业额的 39.4%， 新加坡占 6.9%， 香港占 2.2%， 整个欧洲占了 8.28%， 而中国、澳洲跟巴西总共占了 0.24%。ATAC 2021财政年的营业额有 60.6% 是来自出口业务。公司所生产的产品主要分成3个种类，分别是 Communications and IoT Products、Electronic Devices 和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2021财政年的营业额有 90% 都是来自 Communications and IoT Products，Electronic Devices 占了 9%， 而剩余的 1% 来自半导体零件。这个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是在2021财政年第一年量产，所以占比不高。那么这些产品里面哪一种产品的赚幅是最高的呢？现在就给大家来看看。这2张图是 ATAC 3种产品各自的 Gross Profit 跟 Gross Profit Margin。左边是2021财政年，也就是2020年2月到2021年1月的数据，而右边是2021年2月到2021年8月这7个月的数据。可以看到蓝色的这个 Communications and IoT 占营业额最多，所以它的 Gross Profit 也是最高的。但是它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在这2段时期是 7.47% 和 10.02%， 而红色的这个 Electronic Devices 在这2段时期分别有 21.12% 和 18.37% 的 Gross Profit Margin， 是比这个 Communications and IoT 来的高。最后这个青色的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在2021财政年是亏损的，
因为公司在2021财政年才第一年开始生产，营业额也只有4个 million。而来到2021年的2月到8月，这个 Semiconductors Component 贡献了5.3 million 的营业额，而它的 Gross Profit 却有3 million，Gross Profit Margin 高达57%。这是 ATAC 过去3个财政年的财务数据。它的净资产在2020财政年下跌，在2021财政年稍微上升，但是还是比2019财政年低。它的现金变化不大，但是它的 Borrowing 按年增长。2021财政年结束的时候，它的净债务高达114个 million。另外，它的 Contract Assets 在2021财政年高达25.17个 million。这个 Contract Assets 是公司交货了，但是却还没有开单的数额。假设开单了的话，这些 Contract Assets 会转变成 Trade Receivables。以 IPO 价1.36 cent 跟2021财政年的数据为准 ，ATAC 的 PE 为 32.27，Current Ratio 1.36，Debt to Cash 4.32，Debt to Equity 1.62，Price to Book Value 5.79倍 ，ROE 17.95%。这是 ATAC 过去3个财政年的现金流表。2019财政年，它的现金减少19.4个 million，2020财政年增加10.4个 million， 在2021财政年又减少了10.3个 million。那么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它的 Operating、Investing 跟 Financing Cash Flow。首先是 Operating Cash Flow。ATAC 过去3个财政年的 Operating Cash Flow 都是 positive 的，但是在2021财政年只有150千。这些 Cash Flow 是跟当年的 Profit Before Tax 成正比。ATAC 在2019财政年跟2021财政年的存货是增加的，所以它的 Cash Flow 是 negative 的，而在2020财政年存货减少。Receivables 应收款项在2019财政年跟2021财政年都是增加的，在2020财政年减少。刚刚有提到的 Contract Asset 在2021财政年增加了 15.39个 million， 所以现金是流出去的，因为公司交了货，但是还没有开单收钱。Payables 应付款项在2019财政年增加了 40.3个 million， 2020财政年减少 30.9个 million， 2021财政年增加了 12.8个 million。ATAC 过去3个财政年的 Investing Cash Flow 都是 negative 的。过去3个财政年，公司分别用了 0.08 million、2.62 million 和 3.19 million 来放 FD 和买澳洲股票。此外，过去3个财政年，公司用了 1.18 million、2.97 million 和 11.12 million 来做 Capex 购买新机器。公司在2020财政年开始设计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这个业务，在2021财政年开始量产，所以为了发展这个业务，公司在这2年都有花钱购买相关的新机器。最后到 Financing Cash Flow， 在2019财政年 Financing Activities 流出 23.8 million 的现金，在2020财政年流出 2.4 million， 在2021财政年流进 4.02 个 million。ATAC 在过去3个财政年持续增加贷款，债务分别增加 30.5 million、36.4 million 和10个 million。此外，公司在过去3个财政年派发了 54.24 million、38.62 million 和 4.93 million 的 dividend， 这3年所派发的 dividend 总和接近98个 million。ATAC 2021财政年的5个 major customers， 公司都没有透露他们的名字，只是以 customer A、B、C、D、E 来做代号。这5个 major customers 占了2021财政年的 90.9%。Customer A 是美国一家上市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 ，Customer B 是在美国上市的通讯设备公司 ，Customer C 是在美国上市的一家无线通讯设备公司的子公司 ，Customer D 来自新加坡，是一家美国上市的油气服务公司的子公司，而 Customer E 来自德国，是 Customer B 的子公司，跟 ATAC 的合作时间最久，长达24年。另外，我要提一提 Customer F。Customer F 是公司进军的新业务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的主要顾客，它在中国上市，是一家无线通讯方案供应商。这5个是 ATAC 2021财政年的 Major Suppliers， 他们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这5个供应商占了2021财政年 Purchase Value 的 42.2%。这个是 ATAC 上市过后的股权分布图。ATAC 的最大股东是一家控股公司，叫做 Mainstream Holdings Berhad。这间公司的2个主要股东叫做 Lee Chong Yew 和 Law Hock Chang， 这2位就是 ATAC 的 Directors。
Bumiputera Investors 持有 ATAC 12.5% 的股权 ，MITI Approved Selected Investor 持有10.1%， 对公司有贡献的人持有0.84%， 员工持有0.28%， 其他的 Directors 持有0.28%， 而剩余的5% 会由 Public 持有。这个5% 就是这次 IPO 开放预购的股份，它会再分成2份， 2.5% 由 Public 预购，而另外的 2.5% 由 Bumiputera 预购。现在我就来介绍这2位 Executive Directors Lee Chong-Yeo 跟 Law Hock Chang。Mr. Lee Chong-Yeo 是 ATAC 的 Non-Independent Executive Directors 兼 CEO， 他今年76岁，通过 MSH 这家公司持有71%。他在1969年毕业于澳洲的 Engineering 学位，他曾经在澳洲跟马来西亚工作。Mr. Lee 在2004年成为 BCM Electronics 的 CEO。2017年8月，他跟 Mr. Law Hock Chang 一起从 Comintel Corporation 手中收购了 BCM Electronics。这个 Comintel Corporation 就是在马股上市的 ComCorp。Mr. Law Hock Chang 是 ATAC 的 Non-Independent Executive Directors 兼 CFO。他今年56岁，他跟 Mr. Lee 一样，通过 MSH 这家公司持有 ATAC 71% 的股权。他在1992年毕业于纽西兰的管理学学位，他也是一名 Chartered Accountant。1994年，他加入 Comintel Sdn Bhd 担任会计师，后来成为了 ComCorp 的 Executive Director。他在2018年辞职。2017年8月，他就与 Mr. Lee Chong-Yeo 一起收购 BCM Electronics。2019年 ，ATAC 开始进军半导体零件业务，并在2020年开始量产。截至2021年8月，公司已经售出了3 million 单位的零件。这个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业务目前共有4条生产线，预计在2023年年底之前会增加到7条生产线。公司在2021年5月开始，在目前的工厂隔壁建造一个新的工厂，耗资18个 million。目前这个工厂的占地面积为 78.4K square feet， 近2年的使用率都超过了 90%。这个新工厂会扩大 69% 的面积，新旧工厂加起来的占地面积为 132.8K square feet。预计这个新工厂会让 ATAC 的年产量在2023年提高 198.7%。这个新工厂主要会用来发展锂离子电池 Lithium-ion Battery Pack System。这个 Lithium-ion Battery 主要会用于一些轻型车辆，比如 Golf Carts 高尔夫球场的电动车、Electric Carts 和 Handling Vehicles 等等。ATAC target 20% 的 Dividend Policy。ATAC 每个财政年的上半年的营业额会比较低，因为很多客户通常会在农历新年过后才开始下单，而公司生产交货到营业额兑现的时候已经是下半年了。ATAC 目前共有1029名员工，都是本地员工。截至2021年11月1号，公司有 482.7 million 的 Purchase Order， 这些 Purchase Order 是在未来3到25个月内交货。ATAC 购买原料跟交货收款几乎全部都是以美金交易，所以美金对马币的汇率对公司的业绩有一定的影响。截至2021年8月，公司的净债务水平为114个 million。我即将在12月的12号跟19号举办基本面跟技术面的线上课程，同时报名2个课程可以享有配套价238令吉，如果2人同行，每人只需225令吉。欢迎点击 description 里面的 link 报名参加和查看详情。你对 ATAC 这家公司有什么看法？你会不会预购它的 IPO 呢？欢迎你留言讨论告诉我。请 like and share 这个影片，还有一定要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我是 TCL，谢谢大家。